这个变态每次杀人分尸前，都会先把受害者装进塑料袋里，等被打到昏迷的女人清醒过来后，再将四肢用狗链子拴住，分别绑在4个木桩上，让其形成一个大字。接着按照女人的身材比例，当着她面开始挑选刀具。而已经奄奄一息的女人看到这一幕，被吓得不停求饶。 죽이면 돼요. 왜? 아이를 가졌어요. 女人本想着让他看在孩子的份上放过他，谁知杀人魔听后更开心了。这种买1送1的特惠活动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，于是举起刀子就剁了下去。杀人魔一边喝着热茶，一边肢解尸体，而就在他享受杀戮带来的快感时，女人的戒指滚落到了下水口。听到声音的他立马回头查看，但并未找到那枚戒指。不过他也没有在意，因为此时的他根本想不到，这枚戒指不仅会要了他的命，还会让他在死前感受到最绝望、最痛苦，甚至最残暴的复仇方式。 第二天，杀人魔扔到荒郊野外的尸体被一个小男孩发现，紧接着便惊动了上百名警员。因为死者的父亲是前警察局局长，而她的丈夫则是现任国安局队长。当找到女人的头颅，确定了身份之后，阿伟的心里除了悲痛愤怒，更多的就是无限悔恨。因为妻子出事前给他打过电话，说自己的车爆胎在了路上，并且4周没有任何人家。但阿伟当时在执行任务，并不能立马抽身去帮助他，于是就给妻子叫了辆拖车。而就在女人等待的时候，一辆黄色校车从马路上经过。虽然女人没有向他发出求救，但校车上的杀人魔还是停了下来，并且敲响了女人的车窗，说自己可以帮他换轮胎。但女人的警惕性非常高，在婉拒了对方的好意后，就把车窗升了上去。而杀人魔见状看了看车内，确认没有其他人，便露出一个微笑，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。可过了很久，女人见校车还停在原地，感到不对劲的她想打开车灯看看情况，谁知刚把手放在开关上，杀人魔就冲了过来。 女人想打开另一侧的车门逃跑，可因为车停得太靠边，车门被堵得严严实实，最后只能被杀人魔拽回车内，在铁锤一次次的击打中彻底失去意识，随后便被杀人魔拖进了屠宰场。葬礼上，阿伟看着妻子的遗照，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凶手100倍1000倍的偿还。众所周知，韩国是没有死刑的，所以他必须得赶在警察之前找到凶手。于是他先跟领导请了15天假，然后又找同事搞了一颗跟踪胶囊，最后又从岳父手中拿到了4名嫌疑人的信息。这些畜生全都被指控过类似的案件。阿伟趁着夜色，悄悄前进第一个嫌疑人家中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擒住了对方。一顿毒打之后，他拿出事发现场的照片质问，可男子并不清楚这件事。阿伟见状也不再废话，虽然他不是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，但却是另外2起奸杀女学生的变态。于是用锤子废了他双腿间的凶器，让他以后再也无法作恶。阿伟又找到第2名嫌疑人，在一个没人的路口直接开车撞了上去，结果他也不是真正的凶手，一顿暴打后便放过了他。而接下来的第3名嫌疑人老王，终于进入了阿伟的视野，他的復仇也正式拉开帷幕。但对此毫不知情的老王又盯上一名少女。 버스 끊기셨구나. 어디까지 가세요? 소민 아파트요. 소민? 이렇게 가는 길은 아닌데 뭐 돌아가는 거 아니니까 타세요. 나 태워다. 女孩看了看4周，见真的空无一人，再加上对方开的是校车，于是便放下戒备，上了老王的贼船。可女孩怎么都没想到，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大叔，竟然在半路突然停车，从后座拿出来一根钢管，还没等女孩反应过来，就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。 老王将铡刀拉到最高点，对准下面的女孩松开手，尸体瞬间就被一分为2。完事后，他淡定地梳理起头发，用女孩包里的护肤品擦脸，在镜子前疯狂臭美，甚至还弹起了吉他。显然，他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阿伟找到了老王家里，本想着冒充保险员，从老王父母嘴里套出他的下落。可二老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儿子，也不知道人住在什么地方。最终还是老王儿子告诉了阿伟地址。可来到之后，老王并不在家。阿伟在房间里一番搜查，发现了大量的女士物品。从这些东西上就可以看出来，老王有多么的丧心病狂。而就在阿伟查看有没有妻子的东西时，身后的门突然被风吹开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第一眼看见的是满地鲜血，而第2眼就发现了下水道里的戒指。拿出来仔细一看，正是他买给妻子的结婚钻戒。这一刻，压抑的情感瞬间爆发，他终于找到了杀妻仇人。而此时，老王又绑架了一名女学生，带到野外的大棚里准备先煎再活埋。但就在他即将得逞时，身后传来了脚步声。他悄悄拿起旁边的镰刀，顺手打开了大棚里的灯。当他看到阿伟满脸的杀意后，并不觉得害怕，反而很嚣张地冲了上去。自以为是的他本想着一招制敌，怎料却被阿伟轻松躲过，镰刀还架在了自己脖子上。这时的老王彻底慌了，别看他平时欺负女人有一套，但在绝对实力面前啥也不是。短短几分钟就被打晕了3、4次。而就在阿伟举起石头准备下死手时，突然冷静了下来，因为就这么简单的杀掉他，根本解不了自己的心头之恨。他要让老王生不如死，要活活折磨他一辈子。于是他掰开老王的嘴，把之前的跟踪胶囊塞进去，又灌了一小袋凝固剂，临走时还踩断了他一条胳膊。
等老王从昏迷中醒来，彻底懵了，看着阿伟留下的一大笔医药费，他以为自己遇到了比他还变态的变态，连忙爬起来逃离了大跑路。殊不知他现在的任何行踪，阿伟在手机上看的是一清二楚，甚至还能听到老王骂他的脏话。而老王在不知走了多久后，终于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但刚上来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营业执照和司机根本对不上号。很显然，车上的这俩人是劫匪，看样子还想抢自己一票，这让本就生气的他更气了，于是也不再伪装，掏出刀子就开始动手。老王打开后备箱，里面刚好有干净的衣服，于是在河边洗了把脸，将2具尸体丢到野外，拿着提包转身离开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一家诊所疗伤，可老医生一直在斥责他伤得太重，那语气像是教育自己儿子一样。老王哪里听得了这些？就在他要上前撕烂医生的嘴时，年轻的女护士突然走了进来，看着她清纯的容貌，老王瞬间来了兴趣。当护士来仓库拿药时，瞬间感觉背后一凉，老王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 어제 내가 좀 재미 좀 볼 일이 있었는데 근데 그 어떤 개또라이 새끼 때문에 일을 다 망쳐버렸어. 그러니까 너는 좋게 가보자. 他威胁护士脱掉衣服，看着他凶恶的眼神，护士哭着向他求饶。而这段对话刚好被阿伟听到。就在老王又一次马上得逞时，阿伟拎着灭火器冲了进来，二话不说，对着老王的头就是一顿砸。 小护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，拿着衣服想逃离现场，但却被阿伟叫住。阿伟脱下老王的鞋子，拿起手术刀，硬生生挑断了他的脚筋，随后便将人扔到了停车场。老王像条死狗一样爬出车外，他很好奇为什么阿伟总是能找到他，又为什么要这样伤害自己，却从没想过自己干了什么。此时他的想法只有报仇，既然打不过对方，那就只能找帮手。他必须要让阿伟知道一下自己的厉害。 他开车来到了曾经的同伙家，这家伙是一个更丧心病狂的变态，专门虐杀单身女性，并且杀完之后还要吃器官。简单点说就是1天3顿必须吃人肉，不然他就浑身难受。而当他听说了老王的遭遇后，便让老王在他这里住下，扬言说只要那个人敢来，他就有能力将其摆上餐桌。说完便把女朋友送给了老王，自己则去准备明天的早餐。殊不知他刚才的大话全被阿伟听到，并且成功将阿伟吸引了过来。 就在同伙从仓库牵出一个女人，准备将内脏掏空的时候，阿伟及时出现在了房间。同伙仗着手里有刀，对阿伟一顿疯狂挑衅。可没想到动手之后，仅一招就被阿伟扭断了手腕，然后又被铁链子拴住，手还被螺丝刀钉在了桌子上，成了真正上餐桌的那个人。손 발머리 순서 맞지? 니들이 한 대로 똑같이 할 거야. 더하진 않을 테니까 걱정하지 마. 이 미친 개사이코 새끼들. 阿伟举起刀子正要开剁，突然听见枪上膛的声音，来人是被打斗声惊醒的老王。他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，好在阿伟足够敏捷，连续躲开了2枪，然后迅速爬到了2楼。在房间里，他找到一盒鱼钩，还有一把趁手的武器。而此时的楼下，老王已经帮同伙松了绑，他也忍着剧痛将手拔了出来，第一时间就是找阿伟报仇。可惜还是没有扛过一招，又再次被打倒在地，紧接着被阿伟一顿棍棒伺候，直到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。这时，老王举着猎枪也来到2楼，阿伟见状将鱼钩撒在走廊中央，而接下来就是电影最舒适的片段，请大家自行观看。 阿伟将奄奄一息的老王带到了私人医院，同事劝他将人交给警方处理，但阿伟觉得时机还不成熟，他要让这个杀妻仇人尝一尝世上最痛苦的滋味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决定在不久后会让他后悔终生。当天下午，包扎好伤口的老王被扔到了大桥底下，而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随便找了家药店，在里面粗鲁的拿了瓶泻药，出门后立马全部灌进嘴里。他的目的是排出那颗跟踪胶囊，因为在医院时，阿伟的同事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虽然阿伟及时阻止，但还是被假装昏迷的老王听到了。为了防止阿伟再跟踪自己，老王在厕所打晕了一名巡逻交警，把刚拉出来的胶囊塞进了对方嘴里，然后便开着警车扬长而去。当阿伟根据定位找到厕所时，才得知自己的计谋被对方识破。现在没有了老王的位置，就相当于他没有了主动权。而此时老王竟然联系到了重案组组长，并提出自己要自首，因为只要他躲进监狱，
阿伟就拿他再也没有办法。不过在进监狱之前，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阿伟的身份。既然打不过他，那只有找软柿子捏了。另一边，阿伟火急火燎地来到医院，他想从同伙嘴里问出老王的下落，但同伙听后非但不配合，反而开始嘲讽阿伟死去的妻子。네 여자 그렇게 나쁘진 않았을 거야. 응? 그 새끼는 나랑 달리 보통 죽기 전 즐거움을 먼저 주는 새끼니까. 즐거움을 먼저 주는 새끼니까. 웃겨. 내가 평생 웃는 얼굴을 만들어줄게. 阿伟接到了同事的电话，得知了老王自首的消息，并且很有可能会去找他的岳父。于是阿伟立即调转车头，路上他给岳父打去电话。可就在老人要去接听时，门外传来了快递小哥的声音。在电话和快递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而迟迟联系不上岳父的阿伟，又把电话打给了重案组组长，希望他能立即派人前往岳父家。可终究是晚了一步，老王已经把老人打得奄奄一息。更糟糕的是，阿伟的小姨子这时刚好回家，虽然他一进门就察觉到不对劲，但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躲在暗处的老王一把抱住。等阿伟赶到时，门口已经被大量警察封锁。看着岳父的凄惨模样，还有小姨子浑身的淤青血迹，阿伟的心如同刀割。而就在这时，老王再次给组长打来电话，点名让阿伟接听。 어떠냐? 이제 느낌이 와? 그러길래 왜 그렇게 지랄 떨면서 댐비나 댐비기를 이 겁대가리 막간 새끼야. 네가 볼 땐 누가 이긴 것 같아? 네가 이긴 것 같아? 내가 이긴 것 같아? 此时的老王觉得自己必胜，因为他已经来到了警局门口。可惜他低估了阿伟的能力，也轻视了阿伟杀他的决心。 就这样，在一众警察的眼皮底下，阿伟劫持了老王，随后将人带到了屠宰场，绑在了断头台下。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老王一直在求阿伟杀了他，但阿伟却说还不是时候。 생각해봐. 죽일 거였으면 벌써 죽였겠지. 난 네가 가장 고통스러울 때 죽였어. 가장 고통스럽고 손에 벌벌 떨 때 그때 죽일 거야. 아니야. 그게 진짜 복수. 진짜 완전한 복수. 听完这些的老王开始怂了，他拼命地向阿伟求饶，不要脸地说自己错了，甚至还给阿伟磕头。见阿伟对此无动于衷，又开始口出狂言。 그만해라 이 씨발 새끼야. 소리 좀 그만하세요. 넌 이미 잊었어. 네가 나 여태까지 데리고 놓은 거지. 적가고 있네. 난 고통 같은 거 몰라. 두려움 같은 것도 몰라. 네가 나한테 얻을 수 있는가? 아무것도 없어. 그러니까 난 네가 죽은 후에도 고통스러웠으면 좋겠다. 阿伟将铡刀的绳索连接在房门上，再让老王咬住另一端，然后戴上耳机离开了这里。而他刚走出大门，老王的父母和儿子赶了过来，听见声音的老王顿时慌了神。可嘴里的绳子只要松开，或者房门一旦打开，铡刀就会从天而降，所以导致他根本不敢大声说话，只能支支吾吾地命令家人走开。而对此毫不知情的父亲就此心切，加上听不清老王说的什么，于是开始用力拉门。 아이고 이런 씨발로 있는 줄이 왜 가지고 왔어? 이 자식아, 엄마.
听到老王身首异处的声音，阿伟摘下耳机，大仇终于得报，他也终于可以放声哭泣。可他真的赢了吗？还是像老王说的一样，输得很彻底呢？这个问题被广大网友疯狂讨论，而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呢？